俄罗斯8岁熊孩子挑逗黑熊，惨遭黑熊当众拖走，活活咬死，母亲目睹全程当场崩溃。据真理报报道，1999年9月，叶莲娜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前往西伯利亚动物园。她的大女儿伊万卡已经期待这一天好几个月了，但叶莲娜一直拖延着行程，理由是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还太小。然而，如今双胞胎已经能走能跑，叶莲娜却无比后悔。她真希望当初在孩子们还坐婴儿车的时候就带他们来。但好在伊万卡一直是个细心、乖巧又懂事的孩子，也是个非常称职的姐姐。年仅8岁的她，经常在母亲做饭、打扫或忙不过来的时候，主动照看弟弟们。然而，即便是像伊万卡这样异常成熟、自律的孩子，在像西伯利亚动物园这样新奇刺激的地方，也难免被分散注意力。这座动物园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全家人此前从未去过任何动物园或野生动物公园，就连叶莲娜本人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猎狗、狼、北极熊近在眼前，母女俩当时还约定，将来一定要再来一次。他们来到非洲动物区，鸵鸟、水牛、几种鹿类以及豹子，故事也正是在这里逐渐走向了无法挽回的方向。猎豹的饲养方式与动物园里其他动物并不相同，这些灵活而危险的掠食者几乎可以攀爬任何东西，而事实证明，大型猫科动物也是唯一真正尝试翻越围墙的猛兽。因此，它们被安置在封闭的铁笼中，或是顶部覆盖着防护网的混凝土围栏内。在这些猛兽的展区前方，始终会有饲养员或安保人员值守，将人群控制在安全距离之外。因为这些大猫有一个危险的习性，它们经常会将利爪从栏杆间伸出，只要有人靠得太近，完全有可能被一把拖进去。随后，一家人参观了野牛区、色彩斑斓的鸟类笼舍，又前往了爬行动物馆。但伊万卡一点也不喜欢这里，在他看来，蛇和那些布满鳞片的生物又黏又怪，令人作呕。更糟糕的是，爬行动物馆里闷热难耐，此时正值深秋，冬天已经开始降临。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围巾和手套，潮湿闷热的馆内空气让一家人很快就汗流浃背，满脸通红。等他们终于走出馆外时，双胞胎男孩已经极度不满。与姐姐不同，他们反而更喜欢蜥蜴和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2个孩子开始变得烦躁、爱哭又难以控制。此时已接近中午，而这个时间点通常正是他们午睡的时候。下一站是猴子和狒狒区。然而，当双胞胎的哭闹声在围栏旁回荡时，连那些猿猴都开始躁动不安，吼叫起来。在一名饲养员严厉的目光警告下，叶莲娜只好催促孩子们原路返回。伊万卡撅起了嘴，他心里很清楚，只要弟弟们闹得足够厉害，这趟旅程就会被迫提前结束。他们实际上已经走遍了整个动物园，所有动物也都看过了，但伊万卡仍然抱着一个小小的希望，他想再路过一次大象区。有时，饲养员会允许孩子们向大象投喂食物，如果他多等一会儿，说不定也能轮到他。然而，那段15分钟的返程路程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当他们经过大象区时，一名饲养员正好提着空桶走出来，身后跟着一群兴奋的孩子，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刚才有多好玩，把花生和水果递给从下方伸上来的象鼻。伊万卡的心瞬间碎了。叶莲娜注意到女儿眼眶里迅速涌起的泪水，就在出口前的最后一条通道上有一个小吃摊，那里正好位于猎豹、豹子、长颈鹿和黑熊的展区之前。叶莲娜对伊万卡说，她可以最后再看一眼动物，而她自己则给弟弟们买点吃的，食物总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也能给女儿争取几分钟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伊万卡一直是个温顺、听话、懂事的孩子，叶莲娜完全没有理由怀疑他不能独自照顾好自己几分钟。他让双胞胎坐在长椅上，事实证明，零食和果汁的诱惑立刻让哭闹戛然而止。得到许可的伊万卡几乎像刚刚看到的卷尾猴一样，蹦蹦跳跳地跑开了。母亲叮嘱他必须始终待在自己视线范围内，但就像所有孩子一样，无论多么乖巧听话，分心往往只需要一瞬间。伊万卡为了高大的长颈鹿，又跑去看那只懒洋洋地趴在岩石上，尾巴轻轻摆动的猎豹。而就在那只猫科动物的旁边，拐角之后便是黑熊幼崽的围栏。他并未意识到，那里恰好是一个刚好脱离母亲视线的位置。伊万卡之前并没有仔细看过那些熊，他手里还攥着一小把长颈鹿没吃完的饲料，于是便走向栏杆，期待能看到毛茸茸、可可爱爱的熊宝宝。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与他的想象完全不同。那2只幼崽几乎已经长成体型巨大、令人不安的形象，而悲剧也正是在这一刻悄然逼近。
不过，他确实看见了几只体型更小、毛茸茸的幼熊正滚作一团，进行着一场异常可爱的打闹摔跤。伊万卡紧挨着栏杆坐下，低头看着下方约8英尺处发生的一切。他身旁坐着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孩，那男孩几乎把整个上半身都探进了栏杆里，大声吼叫，粗鲁地叫嚷着，试图吸引小熊的注意。伊万卡觉得他既吵闹又没礼貌。幸运的是，一名安保人员很快冲了过来，一把揪住男孩的后领，将他拖走，直接送回了他的父母身边。然而，在被带走之前，那个男孩已经成功吸引了小熊的注意。他们好奇地抬头看向上方的观众，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但与此同时，他也激怒了围栏里另外2只体型更大的雄性熊。没有人注意到，就在刚才，这个男孩曾偷偷朝其中一只熊扔了一块石头，再加上一整天不断的喧闹和刺激，早已让这2只正处于青春期、荷尔蒙旺盛的熊变得异常烦躁。他们在围栏内来回踱步，显得焦躁不安。伊万卡将头探出混凝土边缘，想要更清楚地看看下面的小熊。他开始一颗一颗地把手里的零食扔下去。令他欣喜的是，小熊们立刻把食物吞得干干净净。很快，他戴着手套的手里，所有饲料都用完了。一旦食物消失，熊群的兴趣也随之转移，开始寻找新的刺激源。伊万卡却仍不甘心，他又探得更低了一些，努力让小熊们始终留在自己的视线中。就在这时，那个惹事的孩子又回来了，站在他身后，冲着小熊大喊大叫。他突然在他头顶上方发出一声尖叫，伊万卡被吓得一激灵，但被惊到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围栏里的2只大熊也立刻做出了反应。当伊万卡抬头准备让那个男孩安静下来时，2只熊已经同时冲向了围墙。伊万卡因为仰着头，没有看到人群看到的那一幕。其中一只雄性熊冲到墙边，在男孩下方停住，对着他低吼咆哮，而另一只却没有停下。那只体重约300磅的熊以完全出乎意料的速度猛然跃起，双爪张开，直扑围墙。男孩吓得连连后退，脚下一绊，重重摔倒在地，正好倒在伊万卡身旁。而此时的伊万卡仍跪在地上，身体半个探出栏杆之外。那只熊跳得极高，虽然他的头部仍然距离女孩坐着的位置差了约2英尺，但他已经将身体完全伸展开来，试图够到刚才发出喊声的目标。他挥出一只熊掌，那一掌没能抓住男孩，却抓住了紧挨在他旁边的伊万卡。锋利的爪子瞬间嵌入伊万卡的脸颊和颈部，将他猛地拽过围栏边缘。随着熊的身体落回地面，伊万卡那瘦小轻盈的身体几乎像被抛掷一样，从栏杆之间飞了下去，直接坠入暴怒的熊群之中。他脸部右侧被彻底撕裂，牙齿暴露在外，脸颊被剥开，留下大片翻卷的血肉。他的喉咙被撕开，他以左侧身体着地，头部斜着撞击地面，摩擦力刮掉了那一侧头皮的皮肤。伊万卡的头皮和头发嵌进了下面的岩石与混凝土地面。人群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次头部撞击并没有立刻夺走他的生命，但却严重击裂了他的头骨，使他陷入恍惚状态，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脸部和颈部正大量出血。他竟然还能用双臂支撑着自己，短暂地站了起来。那一刻，他迷迷糊糊地想着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明白为什么左眼什么都看不见。他并不知道，那其实是自己的一块头皮垂落下来，遮住了视线。而在他身后，那只熊也已经站起身来，四处搜寻着刚才被他抓住的人类。以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他猛然冲了过去。人群齐声倒吸一口冷气，只见那庞大的身躯狠狠撞向女孩，将她再次掀翻在地，脸朝下死死压住。伊万卡只知道自己又一次摔倒了。熊的利爪撕开伊万卡的冬装，獠牙深深咬进他的后脑。熊抓住他金色的头发，猛地向后扬起。在这一拽之下，伊万卡的颈部被折断。就这样，伊万卡的世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另一只雄性熊也赶到了血腥现场，加入其中，抓住了女孩已经毫无生气的手臂。就连最小的幼熊也开始慢慢靠近，以为体型更大的同伴得到了可以分享的食物。持枪的饲养员和安保人员冲进围栏时，第2只雄性黑熊已经叼着什么东西飞奔而去，一只小小的手从他嘴里露了出来，而体型更大的那只熊此时正将那具软绵绵的残躯疯狂地砸向最近的一块岩石，彻底陷入暴怒之中。就连幼熊都被他爆发出的狂躁吓得退缩开来。安保人员连续开了4枪实弹，才将他击倒。即便倒在围栏底部濒死之际，这只熊仍死死咬着伊万卡不放，直到第5枪击中他的头部，彻底死亡后，饲养员才不得不用力撬开他的下颌，将女孩从他的口中取出。
与此同时，伊莲娜正坐着给2个幼儿喂食，听到了远处的骚动。按理说，她通常会带着孩子远离这种人群聚集的混乱场面，担心发生踩踏伤到年幼的儿子。但此刻，她的心却猛地一沉，伊万卡应该已经回来了。她明明告诉女儿只看10分钟，她去哪了？紧接着，他听到人群中有人尖叫，说有个女孩掉进了熊圈。他甚至没有等人确认，立刻抱起儿子冲进人群，一边跑一边呼喊着女儿的名字。当他终于挤过密集的人群，来到栏杆前向下望去时，他看到地面上散落着紫色的布片，那正是几分钟前伊万卡身上穿的衣服。而在一具熊的尸体旁，人们正抬走曾经那个活泼明亮、只想喂幼熊的伊万卡的残骸。那一天之后，动物园确实将观赏坑加深了几英尺，但观赏区域依旧是露天设计，宽大的栏杆几乎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造。他们也将所有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转移进了像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的笼舍中，但这远远不够。几乎每一年，这座动物园都会发生游客或工作人员伤亡的事故，而如今以俄罗斯的状况来看，任何更严格的安全措施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被实施。下一次悲剧的发生，或许只是时间问题。